中国的火箭升空，太空站建成，探月探火辉煌，成果频传，十几亿人为之自豪。但是在这荣光背后，有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被涂改的历史，掩盖的事故，科技假象与体制颓壁。这些真相如果有一天摊开在阳光下，也许足以让无数人崩溃震撼。我们今天就深入挖掘中国航天发展历程中那些隐秘的篇章，从一开始白手起家的赤贫年代，到近年登陆月球火星的高光时刻，每一步都暗藏着不为人知的曲折。这将是一场时间长河中的探索之旅，既要看到高飞入云的火箭，也要看清跌落谷底的残骸，既赞叹科研人员的奉献，也审视体制沉疴对航天梦的拖累。请做好准备，拨开层层迷雾，直视那被隐瞒的真相。让我们将时光倒回1950年代，新中国百废待兴，却雄心勃勃定下两弹一星计划，既要造出核弹，也要发射人造卫星。然而当时的中国工业基础薄弱，连汽车和拖拉机都难以制造，怎么追赶美苏的太空成就？这看似天方夜谭的航天梦开始时，几乎一无所有。幸运的是，第一股东风来自苏联的援助。50年代中期，苏联专家带来了宝贵的技术和设备，协助中国建立最初的火箭与导弹研发体系。年轻的科学家们满怀激情投入这个全新领域，其中最著名的一位人物便是钱学森。柯勤这位从美国学成归来的火箭专家，被称为中国航天之父。他的回国本身就充满戏剧性，美国在麦卡锡时代遗弃他，把他当成政治包袱驱逐出境，毛泽东则视他为重宝。一来一往，仿佛命运的黑客将钱学森送回中国，为中国航天带来了灵魂人物。在苏联的指导和钱学森等人的努力下，中国1950年代末开始试验简易火箭。1957年，苏联发射人类第一颗卫星史波尼克，震惊世界。毛泽东不甘示弱，放出豪言，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甚至提出大跃进口号，超英赶美。然而现实残酷，1960年，苏联因中苏交恶撤走专家，一夜之间中国航天研发团队失去了靠山，剩下的人几乎两手空空。一方面，国内正经历经济困难和3年自然灾害，无数人温饱都成问题。另一方面，领导人还是在催促着我们一定要自己造出卫星来。在常理看来，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就是在这样绝境的背景下，奇迹般的反转发生了。虽然国家陷入困顿，对外则处于封锁孤立之中，但中国的科学家们硬是咬牙继续了导弹和火箭研发。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极大振奋了士气。紧接着1966年，中国成功发射了第一枚中程弹道导弹。导弹技术的突破为火箭运载能力打下基础。更神奇的是，在随后席卷全国的文革浩劫中，许多科学领域遭到摧残，但核武和航天领域在周恩来的保护下勉强维持，没有被彻底停摆。当时的科研人员每天顶着政治批斗的高压暗中研制，甚至要把技术资料塞进草丛，土窑躲过红卫兵抄杂。然而他们居然做到了。1970年4月24日，中国用长征1号火箭将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1号送入太空。东方红1号在太空向全世界播放着东方红乐曲，标志着中国成为世界上第5个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当时举国欢腾，认为即使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下，中国人也能靠自力更生圆航天梦。可是很少有人去深究，为了这颗不到180公斤重的卫星，中国付出了什么代价，背后又隐藏着多少不堪。真相之一就是，为了政治上的扬眉吐气，领导人不惜在全民挨饿的年代砸下巨额资源发展航天。据后来披露，从5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数以万计的顶尖科技人员和工人大军被调集到导弹卫星工程，国内其他工业项目为之让路。那时农村饿殍遍野，工厂停产，但北京的航天研究院却是灯火通明，举国供养。这种举国体制下的成功，是用整个国家元气换来的一刻辉煌。另一个当年隐瞒至今的事实，中国其实曾经计划在1970年代就把人送上太空。早在东方红1号成功后不久，军方高层就提出了071工程，
打算在1973年前后发射载人飞船，将中国太空人送入轨道。他们秘密选拔培训了一批年轻飞行员，作为预备太空人，设计了一种简易的载人飞船方案。然而这雄心勃勃的计划最终悄无声息地夭折了。1971年林彪事件导致政局震荡，带头推动载人航天的军方领导坠机身亡。随后经济困难加剧，新继任者对太空梦兴致缺缺，下令计划终止。这批预备航天员在训练了数年后被告知任务取消，回到各自部队无人问津。普通民众当时对此毫不知情，只在多年后翻阅史料才惊讶地发现，原来中国曾离载人太空如此之近，又如此荒诞的放弃。而这幕后曲折被刻意淡出了官方的航天史诗，成了隐藏的插曲。随着文革结束，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经济百废待举。70年代末到80年代，航天领域反而陷入一段相对沉寂期。毕竟国家优先考虑的是填饱肚子，振兴工农业，航天预算被大幅删减，许多科研人员转行搞经商或民用技术。从1970年东方红1号后，中国又陆续发射了几颗实验卫星和返回式侦察卫星，但总体规模和成就都相当有限。相比同时期美苏你追我赶的太空盛况，中国几乎被抛在身后，仿佛成了一名旁观者。然而在静默的表面下，新的转机正在酝酿。80年代中后期，邓小平推动的改革逐步提高了国力，而国际上美苏太空竞赛放缓为合作，美国的航天飞机、穿梭机来回太空已成常态。中国领导层意识到，作为一个大国，不能永远落在人后太多。1986年，国务院批准了著名的863计划，决心研发高新技术，以缩小同西方的差距，其中就包含航天技术的攻关。虽然当时载人飞船尚未被正式提上日程，但中国开始为重返太空竞逐做长远准备。真正的战略决策出现在1992年，这一年，解放军在海湾战争中目睹了美军精确制导武器和太空情报的强大威力，深感震撼。同时苏联已解体，俄罗斯在太空领域急需资金合作，于是中国当局正式立项921工程，也称载人航天工程。这一次他们是铁了心要把中国人送上太空，而且与70年代的浅尝辄止不同，这次有了实打实的规划和资金。值得注意的是，在官方宣传中，921工程被描绘成自力更生的壮举，但隐藏的真相是，中国悄然从没落的俄罗斯那里获取了大量技术支援。90年代初，俄国经济困顿，太空机密对他们而言成了可以换汇的商品。中方与俄航太企业进行了多次秘密谈判，购买了先进太空服、航天员训练模拟器，甚至据传购买了一艘报废的联盟号载人飞船供研究参考。在莫斯科近郊的航太培训中心，还曾出现中国航天员学习生的身影。有俄国工程师后来忆述，我们几乎是手把手教中国同行如何建造载人飞船的。这些对外秘而不宣的合作，为中国后来载人飞船神舟系列的研制奠定了基础。神舟飞船的外形结构与俄罗斯的联盟号十分相似，都由轨道舱、返回舱和服务舱3部分组成。中国当然声称这是自主研发，但行内人一看便知其中蕴含的苏联基因，这无可厚非。正如当年美国阿波罗登月计划也吸收了大量德国专家技术一样，可是中国民众并不了解幕后这层关系，他们被告知的是祖国科技突飞猛进的故事。真相之二就是，中国航天在关键时期搭上了俄罗斯这条便车，获得捷径快速赶上，但这点从未被坦诚公开。随着载人航天工程的推进，中国也开始将航天产业推向国际市场。90年代，中国为赚取外汇，积极承接国外商业卫星的发射服务。西方一些国家和公司希望利用中国廉价的长征火箭发射他们的卫星，包括美国的通信卫星。然而，在这合作共赢的背后，隐患悄然埋下。1995年1月和1996年2月，中国火箭连续发生2起严重的发射事故，载有外国卫星的长征火箭相继失败。其中1996年的那场灾难尤其骇人，这是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搭载着美国休斯公司制造的国际708通信卫星。火箭升空后几秒便失去控制，
偏离航向，竟直接朝着发射场外的人口稠密区域坠去。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被中国官方隐瞒了多年。长征火箭携带着巨大的推进剂残余，以近乎导弹般的姿态砸向西昌发射中心外围的一个村庄，现场发生惊天巨爆，火光冲天，周围数平方公里陷入火海，许多当地居民在睡梦中毁于一旦。官方第二天的通报称，火箭失败坠毁，造成6人死亡，57人受伤。然而，参与救援清理的知情者和一些外国专家估计，实际伤亡人数远不止此。有西方媒体曾推测，死亡人数可能接近100人以上，更有甚者怀疑达到几百甚至上千。官方对此矢口否认，称那些是夸大谣言。直到20年后，仍有中国航天系统发布声明，坚称6死57伤属实，否认存在任何瞒报。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当年的事故现场画面极为凄烈，整片村庄化为平地，残垣断壁，焦黑一片。这样巨大的破坏只造成区6人遇难，实在令人怀疑。真相究竟如何？或许只有当时在场的军方人员和村民心里有数。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场人间惨剧被尽可能的淡化处理，普通中国人知之甚少。真相之3便是，为了维护航天成就的光彩，中国官方对重大事故采取了高度保密和压制舆论的措施，许多无辜生命的牺牲被埋没在数字游戏中。这次西昌发射场的灾难对中国航天的国际合作也产生了深远影响。由于那颗毁于爆炸的国际708卫星属美国制造，美国政府借机展开调查，担心美国公司与中国合作时可能泄露了导弹技术机密。经过漫长的政治发酵，美国国会于1999年发布了著名的考克斯报告，严厉指控中国透过商业发射窃取美国敏感技术，并从此大幅收紧对华高科技出口和航太合作。这导致中国在千禧年前后陷入新的技术封锁，美国禁止向中国出口卫星元件，国际商业卫星发射机会骤减，中美之间的航天交流全面中断。表面上看，中国航天因此遭受沉重打击，失去了向先进学习和盈利的宝贵机遇。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危机再度变成了转机，被逼上自力更生之路的中国航天人痛定思痛，加速研发自己的关键元器件，努力摆脱对美国技术的依赖。同时，他们在运载火箭可靠性上下苦功，吸取失败教训，进行技术改进。据说美国专家对长征火箭失败原因的一些分析报告，最终也流入了中国工程师手中，成为改进的参考。于是，在经历几次血的代价后，中国火箭的成功率在90年代末显著提高，长征系列逐渐建立起国际商誉。到了2000年前后，中国重新吸引了一些国际卫星发射订单，虽然规模不大，但总算度过了最黑暗的岁月。总结这一阶段，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每当中国航天面临生死存亡之际，反而有某种力量促使它涅槃重生。苏联援助的突然中断没有将它击垮，文化大革命的疯狂也未能把它扼杀，国际制裁和技术封锁反而激励它另辟蹊径。仿佛在冥冥之中，有一个黑客多次偷偷改写了中国航天的命运参数。这黑客或许是历史的机遇，或许是执着的人心，可是每一次重生都是以巨大的代价换来，要么是人民默默承受贫困饥饿，要么是鲜为人知的生命逝去和隐痛累积。这些代价并没有随着辉煌成就一起被载入史册，而是被小心地掩盖在光鲜叙事的背后。进入21世纪，中国航天迎来了真正的高光时刻。2003年10月，中国的神舟5号飞船将杨利伟送入太空，中国人成为继苏美之后第3个自行将公民送上太空的民族，举国上下欢呼雀跃。媒体报章以无比自豪的语调报道这万里飞天的伟业。杨利伟在轨道中绕地球飞行14圈，飞行约21小时后安全返回，成为民族英雄。然而，在这光鲜故事之外，一些细节被轻轻略过。杨利伟事后在回忆录中提到，飞船发射时的震动非常剧烈，令他全身血液上涌，舌头不慎被自己咬伤出血。他还听到了飞船外部传来奇怪的敲击声，仿佛有谁在船壳外轻敲，多次出现却无法解释来源。
这些情节当年并未见诸官方报道。为了塑造完美无缺的英雄形象，这些人性化甚至惊险的细节被有意淡化。民众眼中的杨利伟是从容微笑、胜券在握的太空骑士，但实际上他经历了常人无法想象的生理极限和心理压力，只是这些真相不便宣扬，以免影响壮举的正面形象。神舟5号成功后，中国载人航天步步高歌。2005年，神舟6号搭载2名航天员飞行5天。2008年，神舟7号实现中国首次太空行走，航天员翟志刚在舱外挥舞5星红旗的画面成为经典。不过就在这辉煌时刻，外界出现了一个奇怪的传言，有海外观众在翟志刚出舱的直播画面中，声称看到似乎有气泡样的东西飘过镜头，怀疑太空行走画面是在水下拍摄造假。这种阴谋论在网上引起一些议论。事实上，绝大多数专业人士都驳斥了这说法，认为那并非气泡，只是舱门碎屑或摄影效果所致。中国官方也公开发布了多角度画面，证明太空行走千真万确。但有趣的是，国内媒体并未详细报道这场针对太空壮举真实性的争论，仿佛生怕给舆论留下任何猜疑的缝隙。在中国大众的记忆里，翟志刚出舱活动干净利落，毫无争议。真相之四是，在航天这样的重要宣传工程中，哪怕是一丝质疑声音，都会被视为杂音而被消除，让全民只听到单一的颂歌。伴随载人飞行的进展，中国开始建造自己的太空实验站。由于美国出于政治考量禁止中国参与国际太空站，中国决定独立其事。2011年发射了天宫1号目标飞行器，并在2012年与神舟9号对接，实现了中国首次载人空间交会。随后2013年神舟10号，2016年更先后发射天宫2号空间实验室，开展中期驻留试验。表面上一切顺风顺水，但期间仍有隐忧和插曲。天宫1号在完成任务后于2016年失去联系，开始逐渐坠向大气层。国际上监测到它呈失控状态，推测中国已无法掌握其轨道。中国官方最初语焉不详，直到2018年天宫1号残骸坠落南太平洋前夕，才对外承认它已停止服务。当时西方媒体炒作这是失控空间站将坠落的危机，而国内新闻则轻描淡写的报道，我国首个空间实验室再入大气层烧毁，绝大部分构件烧蚀销毁，仿佛一切尽在掌握。普通中国读者并不知道，这段时间各国航太部门都绷紧神经，监视着天宫1号，以免其残骸落入有人居住区域。所幸最终有惊无险。但真相之五就是，中国航天也有步子赶得过快，技术故障导致局面脱控的时候，只不过这类尴尬不会被广泛宣传。相比载人飞行的耀眼，无人深空探测领域，中国也在迅速崛起。嫦娥系列探月工程自2007年起步，经历绕月、落月、取样3步走。其中，嫦娥3号在2013年实现月面软着陆，释放的玉兔号月球车成为中国第一辆登月车。然而，玉兔号仅在月面行驶2个月，就因机械故障长眠，未能完成预定寿命。这在当时对外公布了，但官方叙事中强调更多的是其功成身退和在月背留下轨迹的浪漫，对故障原因只字未提，只说出现异常。中国大众对此遗憾，但很快被后续任务的成功冲淡了注意。真正令世人瞩目的是嫦娥4号。2019年1月，它成为史上第一个登陆月球背面的航天器。这次任务堪称完美，将玉兔2号月球车送上月背，并开展持久科学探测。中国首次在国际太空探测舞台上取得人无我有的突破。然而，这项辉煌成就背后，其实也蕴含着西方技术的身影。由于月球背面无法与地球直接通讯，中国提前在拉格朗日 L2 点部署了一颗鹊桥中继卫星，用于转发嫦娥4号的讯号。这颗中继卫星上搭载的关键转发设备，有欧洲国家和其他国际合作伙伴提供的元件支持。同时，嫦娥4号携带了多国科学载荷，包括德国研制的辐射探测器、瑞典的中性原子探测器等。这些细节在国内报道中着墨不多，人民只看到中国国旗在月背闪耀，却未必知道其成功凝结了国际合作的结晶。当然，
这与隐瞒真相稍有不同。中国并非在掩盖事故，而是不强调外援，以凸显自主成就。但从严格意义讲，大众所理解的中国完全独立完成，其实并不精确。航天本来也是全球协作的结晶，只是宣传口径上各国都喜欢突出自己的贡献罢了。2020年到2021年是中国航天的丰收期，嫦娥5号成功从月球采样返回，天问1号探测器远赴火星，并让祝融号火星车踏上火星表面。这些伟大成就象征中国在航天俱乐部中地位仅次于美俄。然而连续的胜利背后，其实有惊心动魄的险情和不为人知的插曲。以长征5号大型运载火箭为例，它是中国执行上述任务的功臣，但在2017年7月的第2次发射中，长征5号突然发生严重故障而坠海失败。当时这直接导致嫦娥5号探月任务被迫推迟。那次失败的详情始终没有完全公开，仅宣布是发动机涡轮泵故障。然而据航天领域人士透露，那次事故牵涉面广，暴露出研发单位在新技术上测试验证不足的问题，上级震怒，责令全行业归零检查，彻底排查问题。长征5号停飞了近2年，研制团队承受巨大压力，才在2019年让它改进后复飞成功。如果那次故障未能快速查明或无法克服，中国的大国重器可能就功败垂成，一系列重大深空探测计划都将胎死腹中。公众当时对这次失败知之甚少，更不知道其中的九死一生。这再一次体现了航天工程的高风险和中国航天背后不容外传的危机时刻。说到祝融号火星车，不得不提一件让人惆怅的事实，这辆寄托中国人火星梦的小车在火星上顺利运行，不到1年便因遭遇严寒和沙尘而休眠，此后再未苏醒。祝融号原本预计可工作3个月，但实际超额完成了任务，运行了差不多200天。2022年冬季，火星进入沙尘季，祝融号进入冬眠模式避寒。然而等到2023年春季，理应苏醒的它却毫无动静。后来美国卫星拍摄的火星影像显示，祝融号长期停留在原地未移动。中国官方迟迟未明确宣布火星车寿终正寝，只是模糊地表示目前状态不佳，仍在等待重启机会。直到很晚才有科学家透露，可能是火星沙尘覆盖了太阳能板，导致电力耗尽，一场壮志凌云的探火壮举就这样以无声落幕。然而国内媒体对祝融号后期的沉寂者莫及少，毕竟它曾是民族骄傲的象征，不宜渲染失败的结局。大众记忆中只留下它成功着陆和巡视的风光时刻，对于它的最终命运，很多人并未跟进了解。真相之6是，航天领域的失败往往被选择性的遗忘或淡化，毕竟在胜利者的史诗中，失败不应占据篇幅。随着2022年中国全面建成自己的天宫、太空站，中国航天科技的辉煌达到一个新高点。3艘巨大的舱段在太空交汇组装，一座属于中国人的太空实验室开始运转，宣传机器告诉人民，中国已是名副其实的航天强国。美国的国际太空站也将在未来几年退役，到那时，独一无二的太空站将只有中国的天宫号。但是在这欢欣鼓舞的背后，航天业内人士心中并非没有忧虑。正当国人为航天加速追赶美国而自豪时，中国航天体制内部却出现了人才和管理的深层问题。早在2017年前后，中国航天领域就曾爆发离职潮和年轻人才流失的讨论。一篇来自航天科研单位员工的匿名网帖透露了惊人的内幕。一些航天研究所里人浮于事，官僚习气盛行，裙带关系横行无忌，老一辈专家严谨务实的作风渐渐被蚕食，年轻一代中却有不少人变得浮躁应付。那篇帖子举例说，现在写个试验报告错误百出，分析靠瞎编，结论下得模棱两可。同样的试验，80年代老前辈手写的报告条理清晰，分析透彻，而我们这帮人自己都不敢信自己的测试数据。更触目惊心的是，他提到单位里闲人很多，领导亲属子弟很多，没有背景就别想升迁，能力反倒不重要，导致真正有抱负有本事的人倍感压抑。一些有才华的年轻工程师宁可跳槽到商业公司或转行，也不愿在体制内蹉跎。当然，
这只是少数人愤而吐露的心声，但在航天界引起巨大共鸣。许多人承认这些问题确实存在，而且不仅航天，整个科研体制都有类似通病。试想，航天工程如此复杂严谨的领域，如果作风散漫、任人唯亲、逆淘汰盛行，其后果将多么可怕。在短期内，老一辈打下的坚实基础或许还能撑住局面，但长远看，这无疑是一颗埋藏的地雷。更有知情者揭露，某些关键零部件中国自己研制不出来时，竟然采用曲线救国，由下游单位偷偷采购美国制元器件安装进去，再号称是国产产品。这种现象在一些军工和航天企业并非孤立。有留言称，好多关键部件其实就像帖子中说的，外协单位是买美国货顶过去，很多转制后的企业没有真正自主科研，只靠掩耳盗铃度日。这话相当刺耳，却也道出了真相的一部分。真相之七，中国航天看似自成体系，但在若干核心环节依旧依赖进口技术，甚至存在瞒上欺下的假自主创新。这在当前中美科技脱钩加剧的形势下，是十分危险的隐患。一旦美国严控关键元件出口，那些外协顶上的部分就可能让整个系统陷入瘫痪。果不其然，近年来美国对中国的芯片与高科技禁运升级，中国卫星和航天器所需的许多高性能电子元件无法购得。中方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完全自行攻克需要时间。于是我们看到一些航天项目进度放缓甚至改变方案的迹象，例如原计划使用某先进芯片的卫星不得不改用国产替代品，但性能和可靠性都打了折扣。这种情况官方绝不会宣传，外界只能从蛛丝马迹猜测。可以预见，如果中国无法在关键技术上真正自主突破，未来航天工程恐怕会遇到越来越多难题。到那时，曾经隐藏的问题终将浮上台面，再也难以用光鲜辞藻掩盖。航天体制的另一个问题是过度追求任务数量和形式上的胜利。最近几年，中国每年航天发射次数屡创新高，有时甚至超越美国，位居世界第一。乍看令人振奋，但一些业内专家私下担忧这种攀比意味。发射数量多固然代表航天活动蓬勃，但如果一味追求数字，很可能埋下品质隐患。2020年至今，中国也发生了几起火箭或卫星发射失败，例如新研制的中型火箭和民营火箭接连折戟，每次失败都会短暂引发网络热议，但官方报道往往极为简短，仿佛不愿深入分析原因。社交媒体上曾流传一些疑似内部员工的吐槽，直指体制内过于功利的考核导向，逼得大家疲于奔命，甚至缩减必要的测试环节赶进度。这种风气如果继续，难保不会引发更大的事故。只是现在胜利的光环太亮，人们普遍沉浸在航天捷报频传的喜悦中，少有人冷静思考背后可能累积的风险。中国航天的巨大成就还有一个特殊背景不可忽视，它从一开始就是国防体系的延伸。中国的运载火箭绝大多数源自军用弹道导弹技术，长征系列火箭本质上就是东风系列导弹的和平用途改型。当年发展空间技术，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提升军事实力和国际话语权，而非单纯科学探索。因此，每一项辉煌成就背后都伴随着军事价值的考量。例如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可以指导军队导弹精确打击，高解析度对地观测卫星可以提供全球监视，反卫星试验则直接展示毁伤太空目标的能力。这些军事目的在宣传中被淡化或包装，但国际社会心知肚明。真相之八，中国航天的很多民用成就其实也是军事实力的一部分。中国老百姓为航天壮举自豪时，或许没意识到自己也在某种程度上为一场潜在军备竞赛叫好。当年苏联太空计划风光无两，但也拖累了经济，最终国力不支导致帝国解体。中国会否重蹈这种先军事后经济的覆辙，是值得警惕的问题。回顾整个航天历程，我们不得不佩服中国人突破重围的毅力和智慧，同时也必须清醒看到，那些被隐去的失败和问题依然存在，甚至决定着未来。正如苏联在解体后，人们才大吃一惊地发现，原来他们隐瞒了那么多事故与内幕。
例如1960年尼德林将军主持的一次导弹试验大爆炸，死了100多人，却被压下不公开。又如早期几次载人航天失败的宇航员牺牲都被掩盖，直到多年后才曝光。中国航天的神话也并非没有类似隐情，只是我们现在还无从得知全部细节。如果有一天社会环境变了，那些烟煤的故事大白于天下，恐怕将令很多人瞠目结舌，五味杂陈。如今中国航天计划仍在雄心勃勃地向前，瞄准2030年前后实现载人登月，建造国际月球科研站，展望更远的火星采样返回与木星探测。这些蓝图令人神往，但能否如期实现，背后挑战重重。一方面，经济下行和国际环境恶化可能削弱国家对航天的投入；另一方面，前述的人才断层和技术短板问题如果不解决，迟早会制约发展速度。尽管每次官方都表态一定成功，使命必达，但航天领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会因喊了口号就保证胜利。要知道，美国也曾数次航天惨剧，如挑战者和哥伦比亚航天飞机失事，那是建立在高度透明基础上的教训。中国航天至今虽无载人伤亡，但这并非绝对保险，唯有时刻如履薄冰才能避免悲剧。然而，一个充斥官僚和大跃进风气的体制，能否长久地保持安全记录，令人担忧。假如有那么一天，所有隐瞒都被打开，10几亿中国人真正了解了完整的航天发展故事，他们会作何感想？或许有人会震惊于早年的艰辛和科学家的牺牲，感动于奇迹般的崛起，也有人会为那些被瞒住的悲剧而愤怒，质疑当初为何不告诉我们真相。我们可以想象，那将是民族心理的一次剧烈震荡，如同孩提时代一直崇拜的英雄忽然被告知有双重面孔。一部分人可能难以接受，陷入崩溃般的失落与迷惘，另一部分人则会开始反思，我们究竟希望怎样的航天强国？一个只报喜不报忧，用神话粉饰出来的强国吗？那样的强大是否可持续，又是否建立在无数沉默的代价之上？历史告诉我们，伟大的成就背后往往有我们未曾看见的阴影。真正成熟自信的国家应该有直面自己阴影的勇气。如果将来中国社会更加开放自信，也许能主动披露过去隐瞒的那些事件，以人道关怀抚平那些年留下的创伤，同时汲取教训，改革体制弊端，让航天事业在阳光下健康前行。航天的终极意义在于探索未知，造福人类，而不该沦为粉饰政绩的工具。站在此刻，我们既为中国航天辉煌的里程碑骄傲，也不要忘记那些沉默无言的牺牲和风险。只有认清真相，敬畏真相，才能让航天的荣光不断延续，而不会昙花一现。毕竟，欺骗可以一时奏效，但太空不会说谎，科技实力最终无法靠宣传维系。愿我们终有一天能平静而自豪地向世界讲述一个真真实实的中国航天故事，无需遮掩，也无愧于每一个为此付出的人。那天当来临时，希望我们流下的泪水不再是因为被蒙在鼓里的崩溃，而是对理解了全貌后依然选择坚定前行的释然与感动。真相或许会让人短暂地痛，但谎言带来的虚假荣光最终会更痛。揭开真相是为了让未来少一些崩溃，多一些信心与踏实。中国航天的下一站也许将在真相的阳光下走得更加稳健而远大。只有那时，10亿人的航天梦想才能真正拥有坚实的根基，而不再飘忽于云端之上。让我们期待并推动着这一切的到来。